因为那当时就有一个其实有一个丈夫他刚信，他想说呀，神的仆人，如果神都不保守，这个是能信吗？这信仰是真的假的？他就为这个还失眠了一天，然后直到我们来探望我们医院探望我们的时候，我们跟他讲完整个发生过程，说因为这样薛仁才能够有最好的跟最快的医疗资源去解决掉他一直没有发现那个生理中那个隐患的时候，他在恍然大悟说啊，上帝这么奇妙啊，透过这个不会致命的车祸去解决那个未来的这个可能会致命的隐患，好，所以他就信心就坚固了。那顺带一提，现在这个弟兄就提前退休，在教会里面代职的侍奉，有时候还站讲台，就当地的教会，我们就看到这都是上帝的这个恩典跟工作。我们那么不成熟，上帝借的车祸不但是挽救我们的心，我们的婚姻，也透过我们这个车祸去建造其他夫妇的信心，跟这个彼此的关系跟与神的关系，甚至去现在可以去在教会里面更好的服侍上帝。我觉得这真的是上帝太奇妙，上帝是个最伟大的棋手，一步棋可以同时好几个效果都产生了。那后面整个我们的棋盘、我们的棋局跟其他的夫妻的人的他们的关系、他们的棋局都改观了，整个都改变了，因为这一步很关键的这一步棋，上帝要帮我们下指导棋，让我们看到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到底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地位跟角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力。我觉得这是一个起码对我来说，跟当时我们所经历的人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其实真的回头来看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刚才听到了牧师把这个全经过都讲了一遍啊，真的非常感动。感动的不光是你们夫妻二人在那个时候可以感受到神那种信实，神的那种怜悯，神的这种真的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而且呢，他的这盘棋呢，不但是没有是变成死棋，还变成了一个走活全盘的棋啊，让那么多的人都从中受益。你看，真的是一个灾难来了，我们就像我们不能随便就听一面之词一样，我们也不能仅仅的看上帝就看他一件事儿，我们要看在这件事之后达到的效果。这个真的是很多人在走这个信仰之路的时候要引以为戒的。那听到二位这么美好的故事其实在这当中有很多的酸甜苦辣咸，也有很多的我们觉得意想不到的意外的惊喜。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只要相信一条，上帝永远是对的，上帝永远是好的，上帝对我们永远是存着良善的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在他的里面得到最美好的永恒的祝福，对吗？师母还有一些补充，那就请师母来做一个小的补充好吗？我觉得人在面对生死的时候会思考很多第一个，其实我不担心后面会怎么样，最后就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对吧？可是我想，如果我先生他面对自己在职场，然后老婆又过世了，他一定不会容易过吧，对吧？这个对信心的考验要有多大？所以我其实那时候最担心就是他能不能自己熬过这一关，不愿意再侍奉神，不会放弃侍奉的道路。对，这是。然后我就想一想，我可以怎么做呢？问了几个弟兄姐妹，看谁可以到时候支持他呀，陪伴他，为他祷告啊。后来发现他们都远在天边，对不对？远水救不了近火，我才意识到说，原来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这个角色是无可取代的，没有人可以取代我做这个工作，对不对？在他的身边，在一个北大荒的地方去面对一群这个羊群，然后这个角色除了我之外，其他人没有
没有办法做的。所以我意识到，我觉得那次就让我去看到说我的角色，我的责任啊。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其实在那时候看，我觉得说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然后我们侍奉他，我们有这个恩典去见到他的手、他的带领，还有他的奇迹，对不对？我那个时候我是觉得我没有遗憾的，对。我为我自己我不觉得有遗憾，所以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这边当跑的路跑完了，那可是我现在还得跑下去吧，对吧？所以我觉得信心坚定是在这个困难发生的时候，就是最会去面对考验的，尤其做个传道人，对不对？那我们会不会怀疑神？对啊，会不会放弃侍奉？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都要去面对的考验。但是就像我先生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件事情翻转了我们对关系的认识，让我们的看的车子会毁东西会坏那去超市买东西就透过就像凯珊讲，自从这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呢，我去超市买东西呢，他就不会拖延阻挡了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两个人的生命当中，就是印下了一个很深的烙痕让我们记住，就是关系绝对比有这些东西重要，关系一定要排在前面。对，没有了关系，没有了珍贵的宝贵的生命就是吃什么喝什么，就是重要吗？花多少钱，省了多少钱，就是有这么重要吗？但有时候我们会忘记，对不对？你看这个车祸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老公，你算一下，你记得吗？应该是12年的事，2012年的事，你想有没有快9年前的事情了，对不对？那这个中间也会忘记后来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说过有一个姐妹在从夏令营回来的时候车祸死了，然后我们就大家都很震撼因为那是美中地区的一个夏令会，就众教会都参加的，然后大家就开始重新思考说，我们的生命价值在哪里，对不对？到底是碰到疫情死，还是碰到车祸先死？谁能知道呢？对吧？然后那次结束后我老公带我去华人超市哎呀，看到了一个我很喜欢吃的饼干我就想，哎呀，我一定要多买几包可按照我先生的习惯他肯定我拿5包，他要跟我这边讨价还价，最后我买2包，他拿回去3包，我觉得我买2包我还因为那是家庭好的很大包的，我就觉得我就这样子根据他的习惯我就定下了这个策略我还有几包可以讨价还价，没有想到那一次我把5包拿上车，我预计他会拿3包回去，他1包都没有拿回去，他就让我推到底，然后把钱给付了。我就想，哇，这么好的事情发生什么事？后来想到那个姐妹的车祸就提醒了我们的回忆，提醒了我们的学到的教训，就是让我们再次去看到说有时候这些钱你抓在手里抓这么紧在关系的面前它不好的，谢谢师母刚才这么好的补充，让我们真的知道来看这个世界上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就像耶稣提醒我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可以拿什么来换生命呢？真的是这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命最重要，但是在永恒里面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是一个短暂的人生旅程，但是在永恒里面呢，我们却是永永远远的要在那里居住了。所以呢，其实真正让我们思考的不仅是今生我们怎么样来过好我们夫妻之间的这个小日子或者说我们来解决我们今天的不愉快，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来摆脱在永恒的那个地狱的苦难，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灵魂都应该追寻在今生我们来操练来体尝未来永恒当中我们与神同在的那种美好甘甜和喜乐，而且是永远的福乐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要在今生学习的，是吧？好，那我想在旅程当中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好听的故事精彩的故事希望呢2位再来和我们分享你们在旅程中还有哪一些有趣的让你们回味无穷的小故事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特别的想
和我们一起来听，好吗？那我们就欢迎下次二位再来。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出